今天来玩的角色呢，不知道有多少兄弟看过啊？犹记得当年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年纪，电视台里还有一种叫点播台的东西，发短信过去扣话费，就能让电视台播放你选择的影视片段了。当然，如果有土豪点了的话，其他看这个台的人也能一起欣赏。于是当年在暑假在州县的老家，一位不知名的土豪点播了《乱马1/2》的第1集，说那个天道家主年轻时给孩子定下了娃娃亲，基有中国修行规，今日便是兑现承诺时。就在这狂风暴雨天，熊猫扛了个女孩进家门，这两搭档也不是别人，正是传说中的父子俩，但不知男孩咋成了女儿身。天道歉正暗自侥幸，红发女孩也欲把早洗，这早不洗不要紧啊，这一洗女人就变成了男人，赤身裸体的两小年轻，遇事正好撞个正着。细细一盘来龙去脉，才知两人在中国修行时误入了青海的咒泉乡，老爸掉进了熊猫泉，从此遇水变熊猫，儿子掉进了女溺泉，无痛变性自由切换。这标准的日式无厘头恋爱喜剧啊，如今看来早就是模板套路公式化了。但我一个小朋友啊，哪见过这场面啊？于是呢是跟着土豪看了一集又一集啊，至今每每做梦还能回忆起这段剧情，印象之深刻，真可谓是我人生最早的性启蒙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月竟然出了乱码的 SHF 通贩，我就赶紧跟三月兽的小伙伴申请，我说这一期我来。这里也感谢三月兽提供的本期评测键。不过后来搜了一下，发现很久很久之前 SHF 就出过乱码了，闲鱼上搜的话也能搜到这个 1.0 的系列，这就有点搞不清楚这次的乱码是单纯的再版还是重新做了什么东西啊。那么事不宜迟，赶紧来开箱看看就知道了。开箱就能看到啊，这个内容物我实在是不敢称之为丰富啊，距离手型战士也就只差了一桶水和一个水壶了，而且面雕一共就给了4个，以9000日元这个定价来说真是有点离谱了。于是我去翻了一下当年的 1.0 版本，这里得感谢一下海鲜市场老哥的图啊，实在是古早的东西找不到什么全配件图了。然后这一对比就能发现，当年的男乱码还有书包啊，女乱码还有棍子和刀呢，甚至当年的版本好像还都给了专用的魂之架。但就是这么一对比啊，我感觉出了点问题啊，乱子的这个发色怎么变粉了呀？我印象里应该是老版的这个红色，而且面雕也更有现代动画的那种萌萌的感觉，可见这次的玩具好像都是重新做的，那非常良心了吗？你以为我会这么说？我去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我操，乱码的动画重置了，去年就重置了，还出了第2季，还是 MAPPA 做的，我操，我又能被性启蒙一遍了。我说难怪会这时候出乱码的 SHF 啊，还给我上新面雕和新素体，差点以为是戴哥良心发现了。那这里就得拿新版的设定造型来对比一下了，这个新版的画风我感觉基本已经没有高桥老师当年的感觉了，就是纯纯的萌系作画，虽然跟记忆有点冲突啊，但角色确实都挺萌的。所以这次的玩具呢，不管男女面相都明显的幼态了，不过这个身材比例倒是还挺和谐的，尤其是男乱码的这个素体啊，这不就是火影的素体吗？跟老版的对比一下的话，那真是好了非常多倍啊。不过我还是发现了点问题，我的这只呢拉近了看，这个胳膊和身体的红色，这个衣服的颜色好像有点色差啊，这刚开箱就已经氧化了吗？ OK， 那既然是重新做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的面雕。首先来看一下男生的这一边，一个惊讶脸，一个测试笑脸，一个微笑和一个愤怒脸。还原度的话我认为还行啊，是我印象中的样子，一眼能看出来这是乱码。女乱子这边呢也是一个侧向笑脸，和男生这边正好是反向的，一个微笑脸，一个怒吼脸，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表情的脸，有点可爱啊。女生这边就和我的印象中有点出入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材质薄了一点的原因，这个印堂看上去有点发黑啊。这要是能在底层喷一层肉色的消光那就完美了，但戴哥必然不会给的，哎呀可惜了呀，看起来还原度就差了不少啊。手型方面同样也拖了后腿啊，乱子这边给了一对经典高桥式兰花指，一对握拳手，一对叉腰手，还有单个的结印左手和空心提水壶的右手。不对，怎么连普通的开掌手也没有啊？我是真的很想还原一下某个小时候令我着迷的动作啊。男生这边的手型更奇怪了，一对握拳手，一对高桥手，然后一个空心提桶手，然后给了竖大拇指的手和一对功夫的起手式。这个大拇指手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直到我看到了人设图。说真的啊，乱码的表情和手型这么丰富，光战斗的手型就不止一个，才给这么一点也实在是太抠搜了。还好高桥手是保留了的，至少老动画的那些个经典的搞笑造型还是能摆一摆的。另外这次给了乱码关键的道具水桶和水壶，这个涂装和这个造型可以说是这2款产品里面做的最好的东西了。但是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提桶的手只给一个，想摆个2只手提水桶的造型也摆不了，是真的难受。至于说你想摆战斗 pose，我其实想调查一下，有多少兄弟当年在看乱码的时候是在意过战斗要素的啊？比如说我就挺在意的，对吧？所以这次的可动也得给力一点才行。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可动吧。首先两边的脖子都是双段的关节，可以看到上下都是小球关的结构，可以做前后的伸头。
男生这边低头的幅度有点局限，只有20多度，抬头更是有干涉20度不到。女生这边的干涉就小了很多，抬头可以达到30度，低头更是超过了45度。男生这边左右的摆头幅度是非常不错的，接近45度了，女生这边甚至是超过45度啊。球冠的关系，360度的转头是没有问题的，衣领也是独立的分件，可以跟随脖子一起转动。然后是这个金钱鼠尾啊，也是一个球冠，合同范围还行吧。再来看到手臂，前身是通过这种平转的关节来实现的，幅度并不大，但是这会对360度的大风车造成一定的干涉，需要调整一下方向才能转。侧平带90度没有问题。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配置了的。曲肘是双段的关节啊，不过因为造型的原因只有150度。袖口露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球冠啊，可以随便转动。手腕部分有一个翻折关节，上下大概有30度的幅度。女乱马这边的肩部前伸也是通过转动来实现的，不过幅度更小了一点。但是这个侧平台的幅度就远超90度了。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则是隐藏在了袖口内。曲肘则是单段的关节啊，但是150度没有问题。手腕这里也是一个翻折关节，也是上下30度左右的范围。来到胸腰可动，弯腰这里男生大概有30度到45度左右，女生这边稍差，大概就有30度左右。挺胸幅度，男生这边大概也是30度左右。不在意穿帮的话，女生这边也是30度左右。所有的侧摆方面，男生这边也是大概30度，女生这边比较惊喜啊，幅度会比男生这边稍好。最后两边360度的平转都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来看到腿部，男生前踢标准90度，由于大腿根部关节的设计连上了屁股，所以后踢也能达到90度。侧踢是有限位的，如果你想超过90度的话，你会白掉它，最终幅度大概在75度左右。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安排了的。屈膝是双段的关节啊，接近180度范围没有问题，膝盖填充也是饱满的。女生这边的可动幅度就有点离谱了，前踢甚至能超过90度啊，后踢接近90度也是没有问题的。侧踢也没有限位，标准的90度。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有的。屈膝也是双段的关节，接近180度没有问题。最后来看到脚部，脚踝部分两边也是做了独立的分件，360度平转没有问题。男生这边的脚掌前抬接近60度，向下的话脚背能绷直，女生的话上抬角度稍微有点受限，不过向下的话也能绷直。两边都有独立的90度上翻的脚尖。最后这个脚踝结构一看就是可以做人折脚接地的90度接地，女生这边的角度也是差不多的，向外的接地也是90度的幅度。女生这边我就没有掰到底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幅度，非常的优秀。那大家觉得这两款乱马可动做的怎么样呢？说实话真的比我预想的要优秀太多了，就像我现在掰的这些 pose 啊，随便摆几个张力拉满的战斗造型，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帅得很。不过我一直觉得啊，战斗其实不是乱马的重点，所以也就没有太认真的凹造型。但这么说也不太客观，毕竟1989年那个年代正好是中日关系比较友好的时期，充满神秘感的中国功夫本身就是大卖点，所以作品里才塞了这么多的中国元素。虽然现在看很多都是刻板印象，但从内生导游的装扮，再到把周旋香设在青海这些细节，都能看出来高桥老师肯定是亲自来中国采过风的。说实话，估计不少国内的朋友都不一定能第一时间说出青海的省会是哪儿。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啊，在当年真的是特别吸引我。但不得不承认，恋爱喜剧和那些有点涩涩的桥段，才是乱马拿捏我们这些没开窍的小年轻的杀招。可惜那时候不懂怎么找资源啊，不知道乱马早年在本子圈的地位有多顶。就算这样，他也妥妥的成了我的启蒙老师。现在回头看的话，当年的环境是真的开放，这种作品居然都能正式引进，我家也是真的开明。爸妈居然在我的生日给我买了一整套台译正版的乱马 VCD。我要是当爹的话，肯定不会给我儿子看这个的，想想自己还真是双标。不过那段日子也早就成回忆了，现在也只能靠这些塑料小人来回忆一下当年的快乐。好了，本期评测差不多就到这了。简单总结一下的话，东西素质还行，但配件太少了，定价偏贵，建议可以等等降价再入手。我准备去重温乱马的重制版了，等之后 SHF 的山博出了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期再见啦。